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下午4点27分，震源在熊本县，熊本地方，深度16公里。日本气象厅把这一刻的规模定在 MJ 7.1，美国地质调查所给的数字是 MW 6.8，中间差了 0.3。这 0.3 后面我们要回来算一笔很重要的账。摇晃最先撞上的是羽城市和滨川町，这2个地方吃到的是震度7。震度7是日本震度阶级的顶格，往上没有第8级，整套制度到7就封顶了，再剧烈也只能写7。在外面一圈，5个市町记录到震度6强，从九州一路往北，北路都有人感觉到房子在晃。羽城市丰野的那台强震仪记到2437加仑，这个数字换算下来大约是 1.7 个重力加速度。白话讲，那一瞬间地面把东西往上甩的力气比地球把东西往下拉的力气还大。2016年熊本那一次最大值是1791加仑，那个数字10年来一直被放在教科书里当极端案例，这次直接往上推了600多。羽城市和八代市另外吃到长周期地震动阶级4，也是最高阶，高楼里的家具不是掉下来，是整组滑出去。下午4点30分前后，气象厅发出海啸注意报，范围锁定有明海和八代海，涵盖熊本、长崎、福冈、佐贺4个县的西岸，预估浪高20公分到1公尺。那段时间，九州西岸整条线上的广播都在讲同一句话：离开海边，往高处走。晚上6点10分，注意报解除，从发布到解除大约100分钟。这100分钟，我们后面会一直提到，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就叫那100分钟。而更关键的是，这100分钟结束的时候，实测海啸浪高是0，一波都没有。陆地上的账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永旺、梦乐城、熊本店2楼垮下来，大约1个小时后，那里发生爆炸，墙被炸开，钢构整片露出来，光是这一处就有7个人死亡。日本制纸工厂的烟囱倒了，砸下来的那一下，9名工人没能出来。熊本城的石垣塌了一段，八代车站有列车出轨翻覆，整节车厢侧躺在月台边，九州自动车道的路面直接裂开，新闻空拍画面上像是被人用手撕开的纸。超过36000户停电，羽城市的医院因为断电一度整栋无法运作，大约26万人被要求前往避难所。首相高市早苗在镜头前说，现在还有人在等待救援，这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到8月初，官方统计是死亡38人，受伤142人，住宅全倒181栋，半倒245栋，部分损坏1419栋，大约1万人回不了家。余震至少259次。气象厅把这次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判断是日奈9断层动的。丰田在南日本的3座厂停线到周五，本田的机车厂延长停工整修。这里有几个细节值得单独拿出来讲，因为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这次的伤亡集中在少数几个点。永旺梦乐城那一处顺序是先塌后炸，2楼先垮下来，大约1个小时之后才发生爆炸，也就是说，塌下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人被困在里面，1个小时之后那一炸把墙整片掀开，7个人没能出来。日本制纸工厂的烟囱是另一种死法，工厂烟囱又高又重，一旦被横向的力甩断，倒下来的方向几乎没办法预测。9名工人在那一下走了，这2处加起来16人，占了官方统计38人里的40%以上。熊本城的石垣又塌了一段。2016年那次之后，熊本城修了很多年，很多石头是一颗一颗编号放回去的。10年之内，同一座城第2次要重编号码。还有一件事，时间点很残忍，7月底的九州白天气温动不动就35度以上，所以救灾单位要同时处理3件事，把人从瓦砾下面挖出来，防余震，还要防中暑。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同步发出土石流警戒，因为震度7的地方山体已经被摇松了，只要接下来下一场雨，松掉的土就会下来。我们把2016年那一次拉出来对一下，你会更清楚这次的位置。2016年4月14日晚上，熊本先来了一次前震，2天后的4月16日凌晨，主震来了。那一轮的最大加速度是1791加仑，2次震度7，
10年之后，2026年7月28日，同一个线，同一条断层带，震度7再次出现，加速度2437加仑。10年2轮，一个线3次震度7。日本从1949年开始正式使用震度7这个等级，全国累计观测到震度7的次数，用一只手加几根手指就数得完。熊本县一个县就占了其中3次。以上全部是官方数据，到这里为止，这是一则地震新闻。好，现在我们把时间轴倒回去，因为在7月28号下午4点27分之前，已经有一份名单躺在网络上很久了。那份名单上写着几个地名，日本是其中一个。7月28号之后，那份名单被翻出来，被截图，被转了不知道几百万次。理由只有一个，有人说名单上第一个地名刚刚被画了勾。在讲名单之前，我们要先把那100分钟处理掉，因为它是这一集里最容易被人拿去做文章的东西。7月28日下午4点30分前后发布，晚上6点10分解除，100分钟。在这100分钟里，日本西岸的4个县进入实质备战，广播、手机警报、车站广播、电视跑马灯全部同时上，然后实测结果是0，一波都没有。这件事在网络上立刻分裂成2派，一派说看吧，海啸根本没来，所以什么预言都是假的。另一派说注意报有发，海啸警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出现了，这就叫兆头。我们把话讲清楚，注意报是气象厅依照震源位置、深度、机制自动加人工判定的标准流程，跟任何预言没有关系。有明海跟八代海是半封闭的内海，震源又在陆地上的活断层，本来就不容易生成大浪。发注意报是为了保守，解除是因为实测资料进来了。这是一套制度在正常运作，不是一个征兆在闪烁。但我们也得诚实，在传播上，日本发布海啸警报这7个字本身就会被截图。至于截图之后的100分钟，实测零波，6点10分解除，通常不会被一起截进去。这份名单是布兰登点过名的地区清单，他的战绩我们先前对过账，不赘述。今天我们不重讲来历，我们只做一件事，我们把他公开点过名的地方一格一格列出来，做成一张表，已经发生的画勾，没发生的留白，然后全篇我们就守着这张表，看它还剩几格。这张表我们就叫它点名簿。点名簿上，日本这一格7月28号下午4点27分之后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勾，那是第一颗勾。问题是这颗勾画的对不对？先把原始说法摊开。2025年4月30日，布兰登讲过一段关于日本的内容，这段是有公开记录的。他说他在林里看见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这场灾难会把地壳撕开，而且不止日本。他说美国西岸也会跟着摇，波特兰、西雅图这些城市会剧烈震动，死亡人数他给的是5万人，而且是瞬间。理由那一句被引用最多，罪恶的杯子满了。这段话后来在网络上被加工过很多次，预言圈流传的版本里，日期被填成7月5日，规模被填成 8.7。 要说清楚，这个日期跟这个数字，目前我们找不到布兰登本人明确给出的原始出处，他们比较像是传播过程中被外挂上去的，属于网传，不能算他说的。另外有一份英文预言索引网站的收录，标题叫日本超级地震。那份收录的叙述是这样：美国西岸的大地震会引发巨大海啸扑向日本，海水会深入内陆，摧毁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包括东京。状态栏写着2个字，待验证。好，现在我们把原始说法跟7月28号的实况并排放。原始说法规模 8.7， 实况米 J 7.1。原始说法5万人瞬间死亡，实况38人。原始说法巨大海啸扑向日本，深入内陆，实况海啸注意报100分钟，实测浪高0。原始说法摧毁包括东京在内的大部分国土，实况东京完全没事，震央在九州，距离东京西南方大约900公里。原始说法起点在美国西岸，实况起点在日奈久断层，那是日本自己的内陆活断层，跟卡斯凯迪亚隐没带一点关系都没有。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
想都不用想，这5条对下来，4条半是不合的。严格照原文对，这颗勾根本画不上去。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7月28号那天晚上，在日本的社群平台上，真的有人在庆祝命中。读卖新闻7月29号报道过这件事。地震发生之后 ，X 上有账号贴出日本地图，宣称自己标的位置跟实际震央对上了。同一批贴文里还混进了另一种东西，有人拍到天上一朵蘑菇状的云，配文写着刚刚是不是有爆炸，暗示这是人工地震。那一则的浏览数冲破340万，还有账号拿出地震波形图，说这波形是人工爆炸的波形，不是天然地震。我们把这种东西叫假钩。假钩的特征是它不需要对上任何一条原文，它只需要在时间点上蹭到一次真实灾难。专家很快就出来拆了，那朵蘑菇云的正式名字叫金床云，是积雨云被强烈上升气流顶到平流层底部之后摊平的结果，夏天九州常常有。至于那个人工爆炸波形的说法，也很快被打回去。天然地震跟人工爆炸的波形差别，在地震学里是有标准判别方法的，主要看 P 波跟 S 波的能量比例，还有出动的方向分布。人工爆炸是往4面8方推，天然断层是一边推一边拉，这在出动分布图上长得完全不一样，是大学课本等级的内容。日本事实查核中心的总编辑古田大辅讲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大意是请大家依照官方资讯判断真假，不要转发没有根据的说法。这里有一件事必须说，灾难发生之后的头几个小时是假讯息的黄金时段，因为官方资讯还在整理，现场一片混乱，而所有人都在滑手机找答案。那340万次浏览不是340万个坏人，是340万个在震后几小时内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假讯息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高明，是因为它比真相早到。所以7月28号晚上，网络上其实同时有2种声音，一种说预言应验了，一种说连云都认错了，还谈什么应验？你信哪一个？先别急着选，我们得先把最不浪漫的那一段讲完。因为要判断点名部有没有意义，你得先知道，在完全不靠任何预言的情况下，地球本来会给我们多少场7以上的地震。这一段是全片最不好听但最重要的一段。我们照着官方数字念。美国地质调查所根据1900年以来的记录统计，全球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15次规模 7.0 到 7.9 的地震，加上大约1次规模 8.0 以上，15次一年。这代表什么？代表平均每24天左右，地球上就会冒出一场规模7字头。而这些地震分布的非常不平均，环太平洋火环带占全球地震总数大约 90%， 全球最大型地震大约 81% 发生在这一圈上。火环带这一圈，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纳圈火。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阿拉斯加、美国西岸、智利全在纳圈火上。纳圈火的基本盘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现在把这2个数字乘在一起看，一年15次7字头，9成落在那圈火上，也就是一年大约13到14次。日本又是那圈火上最密的一段，光是阿拉斯加统计上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次规模7、规模8以上，平均14年一次。所以如果有人在2025年说日本会有大地震，然后2026年日本真的有了规模 7.1， 这件事的惊人程度，说实话跟预言明年夏天台湾会下雨差不多。这就是反方最硬的那一刀，而且这一刀是拿数据砍的，不是拿情绪砍的。而且日本这一格还有一个更难看的背景，日本的国土面积大约占全球陆地的 0.25%， 但全球规模6以上的地震大约有2成发生在日本或日本周边。2成，在这种基础率上点名日本，跟在台风季点名菲律宾是同一种操作。所以点名簿上日本这一格本来就是全本最好画的一格，它不是最有价值的一格，它是最便宜的一格。反方还有第2刀。有评论者把布兰登这一类预言的手法归纳成一个词，模糊法则，意思是把内容讲得够模糊，模糊到几乎任何结果都能被解释成应验。这把尺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橡皮筋尺。
橡皮筋尺的用法是这样，说中了就拉紧，强调细节多准，没说中就放松，说那是象征，是延后，是神怜悯，所以推迟了。反方第三刀更直接，有基督教媒体整理过2025年1月，网络上流传布兰登指川普就职典礼会遭遇重大攻击，那天什么事都没发生，那一格到现在还是空的，而且不会有人回头去画它。反方还有第四刀，这一刀最狠，因为他附了一张账单。我们把时间拉回2025年，那一年上半年，亚洲旅游圈被一个日期绑架了整整半年，那个日期是2025年7月5日。源头是一本1999年出版的漫画，作者是龙树亮，书名叫《我所看见的未来》。书里写的是真正的灾难会在2025年7月来，牵涉到菲律宾海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这本书后来被加工出一个精确到日的版本，7月5日，然后市场就崩了。香港飞日本的定位年减 50%， 从6月底到7月初那一段最夸张的时候掉了 83%。 大湾区航空削减飞仙台和德岛的班次，香港航空在5月31日直接停掉仙台线。南韩那边飞日本的机票价格在2025年6月一度跌破10万韩元。泰国、越南的社群平台上，劝人不要去日本的贴文一片一片的长出来。日本气象厅出面把话讲死。负责的官员海老田临贵表示，所谓的地震预测是一场骗局，并且说当时发生的那些地震完全是巧合，呼吁民众根据科学来判断。然后7月5日到了，什么事都没发生。有意思的是，那段期间确实有地震。2025年6月25日到7月4日，兔嘎喇群岛附近出现震群，最大规模6。按照橡皮筋尺的用法，这个震群当然被拉紧过一次。更有意思的在后面，2025年7月30日，勘察加外海发生规模 8.8 的地震，海啸影响到北海道。7月5日没有兑现的东西被人搬到7月30日重新兑现一次，漫画又被翻出来，截图又转了一轮。7月5日这个日期请大家记住，因为它会回来。因为在布兰登这条线上，网传版本填进去的日期也是7月5日。我们找不到布兰登本人明确讲过这个日期的原始出处，但这个日期在2025年上半年的中文网络上是漫画那一条线带起来的。一个日期被2条完全不同的预言线共用，这代表什么？代表在传播的过程里，日期是可以被外挂的，谁红就挂谁身上。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想都不用想，看到精确到日的预言，第一件事就是回头找那个日期最早出现在哪里，找不到源头，那个日期就是别人帮他加的。这3刀加1刀合起来，反方的结论是，点名部之所以看起来会准，是因为他点的地方本来就在那圈火上，而那圈火本来就一直在动。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我们只是把桌上的东西全部翻开来给大家看。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案的时候，另外几个数字浮上来了。第一个数字2437加仑，前面提过，这是禹城市丰野季道的最大加速度，超过2016年熊本地震的1791加仑。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丰野那台仪器。丰野那台仪器记到的东西不是普通的摇，是把地面当成弹簧床在弹。第二个数字震度7，日本从1949年开始使用震度7这个等级，到现在为止，全国实际观测到震度7的次数，用一只手加一点就数得完。1995年阪神，2004年新峡中越，2011年东日本，2016年熊本2次，2018年北海道胆震东部，2024年能登半岛，然后是2026年7月28日熊本、禹城市和冰川町。第三个数字259，至少259次余震。NHK 引述气象厅的说法，提醒民众接下来1周要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同等规模的意思是还可能再来一次7字头。第四个东西最麻烦，断层。气象厅判断这次动的是日奈久断层，属于不田川日奈久断层带。2016年那2次日奈久断层的北段错动大约 0.6 公尺，2026年这一次是东北段错动大约 0.2 公尺。换句话说，同一条断层10年之内动了2次，
而且动的是不同的段。搞地震的人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种句子，因为一条长断层分段释放能量，代表没动的那几段还压住。这里要多解释2句，因为这是全片科学含量最高的一段。步田川、日奈久这一整套断层带横跨九州中部，全长超过100公里。它不是一条线，它是好几段接起来的，一段动会把应力推给隔壁那一段，这叫应力转移，是地震学里有实测、有模型、有论文的东西，不是玄学。2016年动的是北段，2026年动的是东北段。那南段呢？南段一路往八代海方向延伸。它上一次大规模活动是什么时候？日本的活断层调查有推估值，但那是以1000年为单位在算的，所以科学上的说法很克制。这条带子接下来一段时间，地震活动会维持在活跃状态。气象厅的用词是提醒1周内注意同等规模。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但你最好当作会有。注意，这句话是官方讲的，不是预言讲的，而这正是这整件事最尴尬的地方。官方本来就在说，接下来还可能有大的，那当它真的来了，你要算谁说中？所以我们现在的局面是，反方说这只是那圈火的日常，1年15次里的其中1次，而数据又说这一次的地面加速度、震度封顶、断层分段这3件事都不是那么日常。点名簿上日本这一格到底要不要画勾？我们的处理方式是画半个，规模不对，海啸是0，东京完好，起点不在美国西岸，这4条硬伤让它不能算全勾。但地名对，国家对，时间落在预言被放出来之后的1年多之内，震度封顶，这几条又让它不能整格擦掉，所以半勾。我们知道这个判定两边都不会满意，信的人会说我们太苛，都震度7了还要挑，不信的人会说我们太松，差了5万人也叫半勾。但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笨方法，因为只要一开始就允许自己把尺拉长，后面每一格都会被拉长。点名簿的规则我们现在写死，全片不改。1. 地名要对到国家或明确区域，只写亚洲不算。2. 事件类型要对，说地震就是地震，火山不能算。3. 量级误差要在1个数量级以内，5万人变38人，这是差了3个数量级。4. 因果顺序要对，说 A 引发 B， 那就得 A 先发生。照这4条规则，熊本这一格拿到第1条和第2条，第3条和第4条没过。2比2，半勾。点名簿7格，现在是半格有记号，6格半空白。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就在熊本地震之后第4天，也就是2026年8月1日，预言圈开始流传一段新的说法。那段说法被归纳成4个字：8月大转折。这里我们必须把话讲到最死，我们把能查的公开来源翻了一轮，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官方管道没有记录，我们找不到这段内容明确可查证的原始出处，所以从这里开始到这一段结束，全部挂着3个字：未经证实。网传的版本大致是这样：8月不是灾难本身，8月是一个转折点。流传的说法称，熊本那一下只是开门，真正的内容排在后面，而8月会出现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的讯号，让大家知道顺序已经开始跑了。转折的内容，网传版本主要指向3块。第一块是金融，这一块其实不新，布兰登过去公开讲过经济崩盘，网传版本只是把它挂到8月。关于金融这一块要补一句背景，布兰登过去被引用最多的一条是说会出现超越1929年那一场的金融风暴，而在2025年4月，全球市场确实出现过一次剧烈震荡，当时的说法是关税政策引发的，那一次也被拉紧过一次，被说成应验。但拿一次市场震荡去对超越1929年这种量级的说法，照我们前面定的第3条规则，量级差太多，一样不能算勾。第2块是欧洲，2026年6月28日，有一支流传很广的影片，标题是关于欧洲的倾覆，8月大转折的传言把这一支接了上去，说欧洲那一格会先动。第3块是火山，网传的说法称，接下来要看的不是地震，是火山。3块里面，第3块最值得留意，因为它跟点名簿上另一格对得上。不过我们要先讲一件更关键的事，8月大转折这个东西
出现的时机太漂亮了，它出现在7月28日之后第4天，也就是说，它是在点名部刚刚拿到第一颗记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拉满的那一刻被放出来的。这在传播学上有个很老的模型，一个说法，只要在高关注度的时间窗里出现，它被转发的量会是平常的好几倍。所以8月大转折不需要准，它只需要在7月28日之后出现。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我们去对日期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在英文世界的能见度比中文世界低得多，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查得到的英文讨论多半停在2026年6月28日那支关于欧洲的影片，以及更早的2026年新年前夕那一段。换句话说，8月大转折这4个字在中文网络上的热度明显高于它在原语言环境里的热度。一个说法，在翻译之后比在原地更红，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标一个问号。我们先把8月大转折这件事定性，它目前没有可查证的原始出处，它的3块内容都是布兰登过去讲过的旧题目重新排列。用橡皮筋尺的逻辑看，这种8月会有一个转折的说法是橡皮筋尺的完美规格，因为8月有31天，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事情，金融、欧洲、火山，这3块只要任何一块出现，任何一件大事都能被拉紧成应验。反过来，如果整个8月风平浪静，也能被放松成转折是内在的，不是外显的。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点名簿上意大利那一格本来就写着火山2个字。我们现在把点名簿完整摊开，7格，一格一格念。念之前先说一句，这7格不是布兰登自己列的表，是我们把公开被引用过的地名整理出来的。有些格子的原文很长，有些只有一句话，我们一律用最宽松的方式收进来，宁可多收，不要漏掉。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先把难画的格子删掉，那这张表就没有意义了。第1格，日本，含东京，状态，半勾，内容是毁灭性地震加海啸，5万人，撕开地壳，实际发生的是熊本 7.1， 38人，海啸0。第2格，意大利，这一格的内容是巨大火山爆发，另外还有一条海啸袭击意大利海岸的说法。意大利这一格，现实里对应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不勒斯西边那座超级火山坎皮佛莱格瑞。那座火山我们给它取个外号，叫那不勒斯的锅盖，因为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直径10几公里的破火山口，整个城区有一部分就盖在锅盖上面。锅盖的实际状况是这样，意大利的观测单位每周都会出报告。2026年7月13日到19日那一周，坎皮佛莱格瑞区域记录到8次规模 MD 大于等于0的地震，最大的一次是 MD 0.8 上下 0.3。 MD 0.8 这个数字小到人站在上面完全感觉不到。同时期有科学团队发表过研究，说这个系统很可能会走到某个临界转变点，但研究者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们没办法确定那个转变会是一次喷发，还是只是内部管路的改变。也就是说，锅盖确实在动，但科学家没有说锅盖要掀了。这个分别很重要，这个系统可能正在走向某种转变，跟这座火山快要爆发了是2句完全不同的话。前面那句是论文写的，后面那句是标题杀人下的。而点名簿上意大利那一格的麻烦在于，它的原文只写了巨大火山爆发，没有写时间，没有写规模，没有写是哪一座。意大利有维苏威，有埃特纳，有斯特隆伯利，有坎皮佛莱格瑞。埃特纳几乎年年喷，斯特隆伯利更是常态性活动。换句话说，意大利火山这一格是整本点名簿里橡皮筋伸缩空间最大的一格。只要意大利任何一座火山出现，任何一次明显喷发，这一格就会被划勾。而在地质统计上，那件事本来就常常发生。第3格，阿拉斯加，这一格的内容是海啸。阿拉斯加的统计前面讲过，几乎每年一次规模7、规模8以上，平均14年一次。这一格的难处跟意大利一样，它太容易被划勾了。阿拉斯加只要来一次7，橡皮筋尺一拉就可以说中了。而且阿拉斯加还有历史包袱，1964年3月27日，那里发生过规模 9.2 的地震，那是有仪器记录以来全球第2大的地震。所以只要提阿拉斯加加海啸，
就一定会有人把1964年那次拿出来配图，旧事件被拿来替新预言背书，这也是橡皮筋尺的标准用法之一。第4格，美国西岸，波特兰、西雅图。这一格是整本点名簿里最重的一格，因为在原始说法里，日本的灾难是美国西岸引爆的，西岸先动，海啸才推向日本。而7月28号熊本这一次，西岸完全没有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日本那一格只能算半勾，因为照原始说法的因果顺序，西岸应该先亮，日本才会亮。现在的状况是日本亮了半盏，西岸整盏是暗的，顺序不对。第5格，朝鲜半岛。这一格比较特别，内容不是天灾，是人的事。过去流传的内容里，金正恩被冠上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大意是面团做的小人。这种绰号式的内容在验证上几乎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事件，没有时间，只有一个评价。评价不能被画勾，也不能被划掉，它只能一直挂在那里。所以朝鲜半岛这一格，我们的标记是永久空白。第6格，台湾海峡。这一格的内容是中国入侵台湾。要讲清楚，这一格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时间，只有事件，而事件本身在国际新闻圈已经被讨论了10几年，不是预言独有的内容。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历任司令讲过，各国智库讲过，媒体年年在讲，所以这一格就算哪天真的被画勾，也会有一大堆人跳出来说那根本不需要预言。反过来说，只要一直没发生，这一格就会一直挂着，永远不会被人正式划掉。这是点名簿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得讲白，这本簿子只能加勾，不能扣分，没有应验的不会被擦掉，只会被说成时候未到。一本只能加分不能扣分的成绩单，最后一定是满分。第7格，欧洲整体。2026年6月28日那支影片留下的内容讲的是欧洲的倾覆。这一格的问题跟第6格一样，什么叫倾覆？没有定义，是政权更替算，还是经济危机算，还是某一国退出某个组织算？定义越宽，橡皮筋尺就拉得越长。这一格目前是空的。好，7格念完，1格半勾，6格空白。现在我们回到标题那个问题，那圈火上，下一个轮到谁？我们不猜，我们只把已知的东西排一排，让顺序自己讲话。点名簿上真正落在那圈火上的只有4格：日本、阿拉斯加、美国西岸、台湾海峡。意大利不在那圈火上，坎皮佛莱格瑞属于地中海构造带，那是另一套系统。欧洲整体也不在，朝鲜半岛在边上，但那一格讲的是政治，不是地震，所以严格照那圈火筛，点名簿只剩3格是空的：阿拉斯加、美国西岸、台湾海峡。而这3格里面哪一格最容易先被画勾？想都不用想，是阿拉斯加，因为它1年就有一次规模7的基础率，几率上它排第1。但是最容易被画勾的那一格，通常也是最没有意义的那一格，因为它太容易被画勾了。阿拉斯加一动，橡皮筋尺一拉，说中了。可是那件事本来每年都会发生，真正有意义的是最难画的那一格，而点名簿上最难画的那一格就是美国西岸。这一格也是最难画的一格，理由很单纯，西岸那条带子几百年才动一次，因为西岸那一格底下压的是卡斯凯迪亚隐没带，这条带子从加拿大温哥华岛一路往南延伸到北加州，全长大约1000公里。这条带子上一次全段破裂是1700年1月26日，那次的记录不是在美国找到的，是在日本找到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文书记载了一场没有伴随地震的海啸，后来科学家用年轮定年，跟这条记载对上，才确定西岸那次全段破裂的日期。这件事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但这里要提一下，因为它刚好说明一件事。当年日本人记下那场海啸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原因，他们只知道海水来了，可是地没有摇。那份记录在档案里躺了将近300年，直到20世纪末，科学家把北美西岸被海水淹死的杉木林年轮拿去定年，两边一对，才把日期钉死在1700年1月26日。一份日本的古文书反过来替美国西岸的地震定了年。西岸跟日本在物理上本来就是被同一片太平洋连在一起的，
1700年那次是西岸动，日本收海啸，而布兰登原始说法的因果顺序刚好就是这个方向。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2026年7月28日，日本先动了，西岸没有动，而且日本这次动的还不是隐没带，是内陆活断层，方向反了，机制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2种完全站得住脚的读法。读法 A， 熊本这一下跟点名部无关，它是日奈9断层自己的事，是1年15次里的其中一次，是那圈火的日常。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准，是因为它点的是全世界地震最多的地方。读法 B， 熊本这一下是点名部上的第一颗记号，地名对，国家对，震度封顶，加速度破纪录，时间也落在说法出现之后，细节不合，但方向对。你信哪一个？我们自己的答案是2个都收着，1个都不签。因为签了读法 A， 你就得解释为什么那条断层10年动2次；签了读法 B， 你就得解释5万变38，海啸变0，东京毫发无伤，西岸整盏不亮，两边都有解释不掉的东西。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只能2选1的时候，其实还有第3种读法。读法 C， 点名部本身没有预测能力，但它有提醒能力。意思是不管熊本这一格算不算勾，步子上剩下的6格刚好都是地质上真的有风险的地方。坎皮佛莱格瑞是真的在抬升，这有意大利观测单位的每周报告。卡斯凯迪亚是真的积了300多年的应力，这有1700年的定年记录。阿拉斯加是真的每年1次，规模7，这有统计。台湾海峡的紧张是真的，这有新闻。所以就算你完全不信预言，这张表上的地名也全部都是防灾单位本来就在盯的地名。这就是我们愿意继续守着这张表的唯一理由，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准，是因为它上面的每一个地名本来就该被记住。我们能做的就是守着这张点名部，等下一个。再讲一次8月大转折这件事的处理原则，因为这关系到接下来1个月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什么。8月大转折目前是未经证实的网传内容，它会被划勾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8月真的出现金融面的大事，然后所有截图都会回头指向8月1日那段留言。第二种，坎皮佛莱格瑞出现有感地震或撤离动作，那不勒斯的锅盖一有动静，意大利那一格立刻会被人抢着画。第三种，那圈火上任何一个点来一次7字头，然后被接到熊本后面，说顺序开始跑了。3种里面第3种发生的几率最高，因为它的基础率就是每24天1次。我们把这个算式再摊开一次，因为它是全片最有用的一个工具。1年15次，规模7字头，8月有31天，15除以365再乘以31，答案大约是 1.27。 也就是说，光凭几率2026年8月全球本来就会发生1到2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这不是预言，这是除法。所以当8月结束，有人拿着某一场7字头地震来说8月大转折应验了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记得这个数字 1.27。 那件事本来就会发生。同样的算法也可以套在意大利火山那一格。埃特纳近年几乎年年有喷发活动，斯特隆伯利更是长期处于活动状态。把意大利会有火山爆发写进预言，跟把8月会很热写进预言是同一个等级的操作。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判断法，以后看到任何一则预言应验的截图，先问3件事。第一，原文的日期在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找不到事件之前的公开记录，直接放下。第二，原文有没有给可证伪的细节？规模、地名、日期缺越多，橡皮筋尺的伸缩空间越大。第三，这件事的基础率是多少？如果1年本来就会发生15次，那说中1次不叫预言，叫等到了。这3条就是我们对点名部的用法，我们不用它来吓自己，我们用它来对账。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这3条规则其实反过来也能用在反方身上。反方最爱讲的是基础率，说1年15次，说中不稀奇。可是基础率只能解释有没有地震，它解释不了为什么是熊本。日本1年到头大小地震几千次，能到震度7的70几年来全国只有8、9次，而点名簿上写的是日本，不是写某个小岛外海。
7月28日那一下是打在人口密集区的陆地上，是造成38人死亡、26万人被要求避难的那一种。如果只是几率，那几率刚好挑中了一个能上国际头条的地方，这一点反方也没办法完全解释掉，所以我们才说两边都留着。最后补一段大家最关心的，住在那圈火上的我们，这张表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有，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它的价值不再告诉你哪一天会震，因为没有人做得到。气象厅讲过，地震预测目前在科学上不成立。它的价值在于它逼你去看一件平常不会看的事，你脚下那块地上一次动是什么时候？熊本的答案是2016年，10年前。禹城市和冰川町的答案是10天前。台湾的答案各地不一样，但每一个县市的答案都是查得到的。那不勒斯的答案是1538年，那一次坎皮佛莱格瑞喷出一座新的山。西雅图的答案是1700年1月26日。这些数字不需要任何预言就存在，它们一直躺在官方资料里，只是平常没有人去翻。点名部真正的作用是帮我们把这些数字翻出来看一次。如果一支影片能做到的只有这件事，那也够了。现在把账对完。熊本那一格7月28日下午4点27分，震源深度16公里 ，MJ 7.1，美国地质调查所给的 MW 6.8，禹城市和冰川町震度7，5个市町震度6强，禹城市和八代市长周期地震动阶级4，丰野那台仪器2437加仑，海啸注意报那100分钟实测凌波，死亡38人，受伤142人，全岛181栋，半岛245栋，部分损坏1419栋，约1万人回不了家。余震259次，日奈久断层东北段错动约 0.2 公尺。原始说法那边是规模 8.7， 5万人瞬间死亡。巨大海啸深入内陆，摧毁包括东京在内的大部分国土，而且起点在美国西岸。两排数字并在一起，差距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一格我们画半勾。意大利那一格坎皮佛莱格瑞在2026年7月13日到19日那一周记录到8次地震，最大的一次是 MD 0.8 上下 0.3， 小到站在上面感觉不到。研究团队说系统可能走向某种转变，但没有说会喷发，空的。阿拉斯加那一格统计上几乎每年一次规模7， 1964年那次是 9.2， 空的。朝鲜半岛那一格只有一个绰号挂在上面，没有事件也没有时间，空的。台湾海峡那一格讲了10几年，没有日期，空的。欧洲那一格只有一支2026年6月28日的影片留在那里，空的。美国西岸那一格卡斯凯迪亚隐没带全长约1000公里，上一次全段破裂在1700年1月26日，到现在326年，空的。7格里面一格半勾，6格空白。半勾那一格的代价是38条人命，26万人被要求离开家，一个县第3次吃到震度7，剩下的6格还在那里，没有日期，没有规模，只有地名。而在美国西岸那一格底下，原始说法留下了2个被划线划得最重的地名，一个是波特兰，另一个是西雅图。2026年的夏天，一个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却悄悄把矛头指向了我们脚下这座岛屿台湾。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巴西灵媒，在西方世界，媒体给了他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称号，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他叫萨洛梅，1986年出生在巴西一个叫圣塞巴斯蒂昂的小镇。据他自己说，他从小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画面，那些画面常常把他笃信宗教的父母吓得不轻。后来他靠着一连串准到发毛的预言走红网路。他预言过新冠疫情，在病毒爆发前就说过一个让人类停下脚步的阴影即将降临。他预言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他甚至被认为提前看见了川普的胜选与马斯克收购推特。如今这位以精准著称的男人把他2026年最沉重的一段话留给了亚洲，留给了台湾。他说，台湾将要迎来3重考验，3道关卡，一道比一道凶险。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大洋的另一端，那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帕克又一次说中了，中国出事了。一场吞噬了168条人命的世纪大火，一场震动整个北京政坛的军中大清洗，还有一个被他在预言里反复提起的名字——习近平。帕克说，2026就是这个男人的宿命之年。你看，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传统，彼此素未谋面的预言家，竟然在同一个时间点把目光投向了同一片海域。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没看懂的征兆？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两条线索一条一条的摊开，慢慢看个明白。我们先从巴西人的那3重考验说起。其实萨洛梅并没有指着地图喊出台湾这2个字，他是个西方人，他的预言散落在2026年一整年的访谈里，东一块西一块。可是当我们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在一起的时候，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预言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座岛屿，指向了我们。你可能会问，他到底还说了些什么能让我们把线索拼到台湾身上？萨洛梅在2026年的预言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他说亚洲会出现大停电，他说北极圈会成为新的火药库，北约与俄罗斯的角力会在那片冰封之地擦出火花。他说非洲的萨赫勒地区会陷入战火。他说波兰会遭遇一场金融危机，英国的王室会有大事发生。他甚至精准地点出日本会在第2季因为半导体库存见底而阵脚大乱。你发现了吗？这些看似天南地北的预言，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把它们串在了一起，那就是能源、晶片还有大国之间的角力。而这3样东西的交汇点恰恰就是台湾。第1重考验是黑暗。还记得2026年3月吗？萨洛梅在年初就反复强调，这是他最害怕的一个预言。他说3月12日到15日之间，太阳会向地球喷射出大量的带电粒子，也就是所谓的日冕物质抛射。他警告，这可能造成大范围的停电，让那些脆弱的电网瞬间瘫痪。他说得很坦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一致的科学证据在支撑。太阳风暴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来得又快又突然，几乎不给你任何预警。而这只是黑暗的开始。萨洛梅在2026年5月又抛出一个更冷的词，他叫它隐形战争。他说，未来的战争不会再有坦克的轰鸣，不会再有军队的集结，它会悄无声息地降临，透过被污染的数据，透过瘫痪的网络，透过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混乱。他把这叫做选择性的情报黑账。攻击者不需要炸毁你的城市，他只需要让你看见一个错误的现实，就能让一个超级大国从内部瓦解。他甚至提到卫星，提到那些悬在我们头顶，维系着现代文明运转的卫星。一旦他们被打瞎，整个世界都会陷入盲区。萨洛梅还说过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词：3天的黑暗。他说他担心会有一种能瞬间瘫痪电子设备的攻击，像电磁脉冲那样，把一整片地区的电力、通讯、照明在一瞬间全部抹去。他形容那种场景是连续3天，整个世界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那种黑暗里，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讯号，现代文明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会在几个小时内倒退回100年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的黑暗降临在一座四面环海、能源几乎全靠进口的岛屿上，会是什么光景？我们连向外求援的讯号都未必发得出去。现在请你想一想，这样的黑暗最先吞噬的会是谁？会是那些对电力、对网络、对海底电缆依赖最深的地方。台湾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是一座岛，我们的能源有将近 98% 要靠进口，我们的对外联系几乎全靠那几条躺在海底的电缆。2021年，我们经历过一次大停电，全岛数百万户人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那一次只是电网自己出了问题，可如果萨洛梅口中那场来自太阳或是来自人为的黑障真的降临，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是第1重考验，黑暗。或许有人会说，停电而已，撑几天就过去了。可是各位，现代社会对电力的依赖
早已深到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地步。没有电，自来水厂的抽水马达会停，城市的供水会中断。没有电，加油站的油泵打不出油，车子寸步难行。没有电，冷链一断，药品和食物会迅速腐坏。医院里那些靠机器为生的病人会陷入最危险的处境。没有电，通讯基地台撑不了多久，手机就会变成一块冰冷的铁。一座没有电的现代城市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褪去所有的文明外衣。这正是萨洛梅那声黑暗警告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第二重考验是咽喉。2026年，萨洛梅还说过一句话，当时很多人没往心里去。他说，日本会在这一年的第二季遇上大麻烦，因为半导体的库存正在枯竭，工业生产会因此下滑，许多关键产业会陷入困境。半导体、晶片，朋友们，全世界都知道这4个字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这座岛上。那些驱动着人工智慧撑起整个数位文明的最先进晶片，全球超过90%都出自台湾。国际上有一个说法，把这叫做细盾，意思是正因为台湾握着全世界的命脉，所以没有人敢轻易动我们。这面盾牌曾经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盾牌的另一面是什么？当全世界都把身家性命压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这片土地也就成了全世界最紧张、最敏感、最容易被盯上的地方。国际上的分析早就指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细盾既可以是让人不敢动手的威慑，也可以变成让人非抢不可的诱因。一旦台海有任何风吹草动，哪怕只是一场拖长的政治危机，这条全世界最脆弱的供应链就会应声断裂。从云端的伺服器到你手里的每一只手机，整个世界都会跟着一起停摆。我们再往深一层看，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超过90%出自台湾，而其中最尖端的那一部分几乎100%集中在这座岛上少数几座工厂里。这是人类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集中，整个数位文明的地基就压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车上的晶片，医院里的仪器，银行的伺服器，甚至是天上的卫星，背后追根究底都连着台湾。这意味着这座岛一旦有事，停摆的不会只是台湾，而是整个世界。这既是我们最坚硬的盾牌，也是我们最致命的软肋。一座岛扛起了全世界的重量，这份荣耀的背后藏着多少我们不愿去想的风险。而萨洛梅那场隐形战争的预言在这里又一次对上了。他说，未来的攻击会瞄准银行系统，瞄准基础设施，透过病毒，透过勒索，让你连自己的银行卡都刷不出来。他甚至说，这种攻击的核心往往不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是那些科技被研发出来的地方。各位，把这句话放在台湾，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你想起了新竹，想起了那座承载着全球希望的科学园区？一个高度数位化，把命脉系于晶片之上的社会，恰恰是这种攻击最完美的猎物。这就是第二重考验，咽喉，一个我们引以为傲，却也最无法承受被掐住的咽喉。而最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掐住咽喉的方式往往悄无声息。萨洛梅反复提到，未来针对金融与基础设施的攻击，会让人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刷不出来，转账转不出去，连买一顿饭都成了难题。一个越是数位化，越是把生活搬到网络上的社会，在这种攻击面前就越是不堪一击。我们享受了行动支付的便利，享受了万物互联的高效，可这份便利的另一面是，当网络被切断的那一刻，我们会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手足无措。第三重考验是棋盘，这一重是最大的，也是最凶险的。2026年3月，萨洛梅说出了一段后来被全世界反复引用的话。他说，2026年的地缘政治棋盘上，美国正在对准支撑中国能源命脉的3根支柱出手。第一根是伊朗，他称之为眼前的目标；第二根是委内瑞拉，他称之为被吃掉的棋子；第三根是俄罗斯，他称之为停火的变数。萨洛梅说，美国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军事上占领伊朗，而是要切断那些曾经源源不断流进北京炼油厂的廉价石油。换句话说，
这盘棋从头到尾下的都是中国。而当我们回头看2026年真实发生的一切，会发现这盘棋竟然真的一步一步摆了出来。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伊朗的最高领袖在这场打击中丧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油价一度冲破每桶$100，全世界都跟着一起承受能源价格的剧烈震荡。而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地球另一边的委内瑞拉那位总统竟然真的被美国强行带走，成了萨洛梅口中被吃掉的棋子。至于俄罗斯，他在这盘棋里始终扮演着那个让人捉摸不定的角色。而这场大战最让全世界揪心的是那条细细的水道——荷默兹海峡。全球将近1/5的石油都要从这条狭窄的海峡通过。2026年的战火中，伊朗不止一次威胁要封锁这条咽喉，每一次风声传出，国际油价就像坐上云霄飞车，剧烈震荡。各位，台湾的能源命脉几乎全靠海上运来，一旦中东的油轮走不动了，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我们这种把能源全压在进口上的岛屿。电费会涨，物价会涨，工厂会喘不过气。萨洛梅那盘能源棋盘看似远在天边，可它牵动的每一根线最后都绕回了我们的日常生活。3根支柱一一应验。萨洛梅看见的其实是一盘更大的棋。他说2026年是一个新世界秩序诞生的关键之年。他预言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组成，后来又不断扩大的金砖集团会在这一年变得更加果断。他甚至说，有外泄的外交情报显示，沙乌地阿拉伯正在推动金砖集团绕开美元来进行交易。各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场围绕着能源与货币的较量，本质上是一场旧秩序与新秩序的对撞，而中国正是这场对撞中西方最想压制的那一方。萨洛梅还有一句话藏得很深，却最值得我们玩味。他说，未来大国之间真正的较量，不再是攻城略地式的占领，而是一种科技上的占领。意思是，你不需要派一兵一卒踏上对方的土地，只要掌握了对方的数据、网络、能源、晶片，你就等于掐住了他的脖子。这种战争没有硝烟，没有宣战，甚至连受害者都未必知道自己已经输了。请你想一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比台湾更符合这种科技占领的所有条件？我们的晶片、我们的网络、我们的能源，每一样都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别人眼中的猎物。那么问题来了，当美国把中国的能源命脉一根一根掐断，当北京的经济在重压下喘不过气，这股积压的压力最后会往哪里宣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大国，往往会把目光投向他认为最容易也最能证明自己的方向。而在这张棋盘上，台湾恰恰就坐在风暴的正中央。萨洛梅早就警告过，美国与中国之间，南海与台海是最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这就是第3重考验，棋盘。一张我们无法选择却必须坐在上面的大国博弈棋盘，黑暗、咽喉、棋盘，太阳风暴熄灭的电网，被掐住的晶片咽喉，还有大国博弈的棋盘。当我们把这3重考验并排放在一起，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在诉说着同一件事？那就是2026年的台湾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上。每一道考验单独拿出来，或许都还能应付，可如果他们在同一年里接踵而至呢？萨洛梅自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2026年是人类一场严酷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新秩序的关键之年。他不是在吓唬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有些考验避是避不开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在它来临的时候毫无准备。警惕从来不是恐惧，警惕是清醒。好，巴西人的这条线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位老朋友，转向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帕克。因为就在2026年，他又一次精准地说中了，中国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先把时间倒回2025年11月26日，那个寻常的午后。那一天，香港新界大埔一个叫鸿福苑的老旧屋苑
一栋高层住宅的外墙维修棚架突然起火了。一开始只是一栋楼在烧，可是当天的香港正刮着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相对湿度只有 40%到50%，天文台甚至发出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风把燃烧的竹棚碎屑吹向了旁边的大楼，短短时间内，大火就吞没了这个屋苑8座大厦中的7座。鸿福苑建于1983年，到那一年楼龄已经42岁。8座大楼，每座31层，将近2000个住宅单位，住着4000多人，其中将近40%是65岁以上的长者。火灾发生时，整栋的楼被密密麻麻的竹棚和绿色的防护网层层包裹着。那些防护网本该是阻燃的，可是当火苗窜上来的时候，外墙和棚架之间形成了恐怖的烟囱效应，火由下往上，由外往内连成一片，把整片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这场大火烧了整整43个小时，到最后官方确认168条人命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一名年仅37岁、入职9年的消防员何伟豪，在救援中误入了另一栋大楼的电梯，被困在30层，最终坠楼殉职。这是香港70多年来最惨烈的一场火灾。168这个数字说出来只是一瞬间，可它的背后是168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人，是168个被生生撕开的家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正值壮年的父母，也有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火灾之后，香港的街头巷尾摆满了市民自发送来的鲜花，许多人素不相识，却为这些逝去的生命红了眼眶。一座座原本充满烟火气的家，在一个午后化为焦黑的废墟。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事后人们才渐渐明白，这场夺走168条人命的大火，许多人本不必逝去。如果那些防护网是合格的，如果那些警报是正常的，如果那些该守的规矩没有被贪婪吞掉，这个冬天本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事后的调查揭开了一个更让人心寒的真相，那些本该阻燃的防护网被抽样检测后发现，20个样本里有7个根本不合格。更有人怀疑，有人刻意把不合格的便宜材料混进了合格的棚网里，以躲避检查。而这一切的背后指向了2个字：贪腐围标。一个由各方利益勾结、层层转包、偷工减料织成的黑网。火灾之后，香港廉政公署与警方接连拘捕了数十人，从工程顾问到承建商，从叛头到中间人。而随着调查一层层深入，更多让人心寒的细节被一一揭了出来。据报道，这个老旧屋苑的整修工程造价高达数亿港币，可围绕着这笔钱早就埋下了重重纠纷。有人质疑，真正花在防火安全上的预算少得可怜，与这场工程的天价造价完全不成比例。更有前任保全主管透露，早在火灾发生大半年前，大楼的火警警报系统就已经被关闭。施工期间，居民屡屡投诉有工人在棚架上吸烟，这些足以致命的警讯却一次又一次被轻轻放过。一根被忽视的烟头，一个被关掉的警报，一张被偷工减料织成的网，最后酿成了一场吞噬168条人命的人间惨剧。这就是中国出事了。可是这跟帕克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点，倒回2024年的年初。那个时候，鸿福苑还好端端地立在大埔，没有人能想到1年多以后会发生什么。可就在那时，帕克在他的节目里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他看见了一个画面，一栋大楼在香港燃烧。他说那不是漫山遍野的大火，而是几栋高楼在烧。他反复地问自己，这是恐怖攻击吗？这是有人纵火吗？这背后是不是藏着某种政治目的？他说他看见指责的手指指向四面八方，他感觉这场火的背后一定有什么政治上的东西在搅动。各位请记住这几个关键词：香港、几栋高楼、火、政治、指责。1年多以后，当鸿福苑的火光映红香港夜空的时候，帕克自己也愣住了。2025年11月27日，也就是大火发生的第2天，他打开了节目，把当年那段预言
重新播放了一遍。他坦诚自己的时间算错了，他在2024年初就看见了这个画面，却怎么也对不准它发生的时刻。他说，预言这种东西就像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去看，你能看见轮廓，却看不清细节，尤其是时间。可是细节呢？细节准得让人发毛。帕克当年说，他看见的是高楼，是纵火般的火势，是政治的阴影，是四处指责的手指。而鸿福院正是高楼，正是那场因人为疏失与贪腐酿成的悲剧，正是那场引发了廉政公署立案调查，把无数双手指指向利益勾结的世纪大火。更巧的是，帕克在播报时还特意把这场火和当年伦敦那场夺走数十条人命的格伦费尔大楼火灾相提并论。而在真实世界里，香港人自己也正是这样把鸿福院比作香港的格伦费尔。一个远在英国的灵媒在1年多以前就看见了这一切，你说这是巧合吗？我们不妨把帕克当年那段话再仔细咀嚼一遍。他说的不是一栋楼失火，而是好几栋高楼连在一起烧。鸿福院正是8座大楼里7座被火吞没。他说，他反复怀疑这背后藏着纵火，藏着政治目的，而鸿福院事后查出的正是一张由贪腐与围标织成的黑网，是足以惊动廉政公署的世纪弊案。他说，他看见指责的手指指向四面八方，而火灾之后的香港，愤怒的矛头确实指向了承建商，指向了叛头，指向了那些该管却没管的人。一个细节对得上，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么多细节一个接一个地对上，我们还能心安理得的把它仅仅当成巧合吗？而比说中了更让人不安的是帕克对这场火的解读。在那段2024年的预言里，帕克并没有把这栋燃烧的大楼当成一个孤立的意外，他把它当成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他说，这栋莫名其妙起火的高楼是他通灵时的一个路标，它指向的是一连串即将围绕着中国发生的大事。他说了什么？他说，习近平病了，他出了点状况，但被掩盖了起来。帕克说，他感觉习近平得了某种严重的病，可这件事被严严实实地压了下来。他紧接着说，这一切都在指向一场中国的第2次革命。他看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是足以动摇整个政权根基的裂痕。但他特别强调，他不认为习近平会死，他会活下来，可掩盖会一直存在。帕克所说的第2次革命，并不是指一夜之间的改朝换代，他描述的更像是一种由内而外缓慢却不可逆的松动。他说，他看见那个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正从内部一道一道地裂开缝隙，有人领不到薪水，有人投诉无门，有人对着高高在上的权力第一次生出了愤怒。帕克强调，这股力量的源头不是境外，而是中国的老百姓自己，是他们对贪腐、对特权、对不公长久积压下来的不满。一座大厦的崩塌往往不是从屋顶开始的，而是从地基上那一道不起眼的裂缝开始的。帕克还说，来自中国的政治贿赂将会被曝光，他预言会有一场巨大的资料外泄，揭露出有资金悄悄流进了西方政客的口袋。不仅如此，帕克还预言，中国将会对西方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目标是西方的银行系统。他说，他看见人们的银行卡突然刷不出来，整个银行系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最诡异的是，他说这场攻击的病毒可能会透过一个日本的游戏公司，一款电玩产品，神不知鬼不觉地植入，先是潜伏，然后在某一刻突然一齐发作，一个藏在孩子们游戏里的病毒悄悄织进整个系统。这个画面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萨洛梅那场隐形战争？两个人竟然又一次看见了同一种武器。而最关键的是，帕克把香港的这把火和另一个地方连在了一起。他说，香港会再一次爆发民众的抗争，而这场抗争可能会和台湾的事情在同一年里一起发生。你听见了吗？台湾，又是台湾。帕克说，香港的这场火会点燃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他甚至预感这一次的抗争会被非常强硬地镇压下去。
他在播报那天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在大火还在燃烧，人们还在废墟中搜救的时候，中国解放军的驻港部队几乎是立刻就发出声明，说要守护香港。帕克忍不住问，他们说的守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守护这座城市，还是守护别的什么？军队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个疑问帕克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它轻轻放在那里，留给每一个看着荧幕的我们自己去想。帕克还补充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细节，他说他预感这场由香港点燃的动荡可能会伴随着食物的短缺，人们会发现货架上的东西突然变少了，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供应开始变得紧张。一座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的城市，一旦秩序被打乱，最先暴露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脆弱。帕克说，当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都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积压的情绪就会像那场大火一样一点就燃。他没有把话说满，可那幅画面已经足够让人脊背发凉。一栋燃烧的大楼，在帕克眼里从来都不只是一栋燃烧的大楼，它是一个时代崩裂的开端。那么帕克口中那个崩裂的开端真的来了吗？让我们把目光从香港的废墟移向北京的权力中枢，因为帕克为2026年的中国还留下了好几段更具体也更惊人的预言，而这些预言正在一条一条地变成现实。帕克说，2026年的中国会进入一段肉眼可见的内部裂痕。他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还会发生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他甚至猜测，那可能是一场铁路事故，或者是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什么事。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中国。2026年，中国经济的含义是藏不住的。官方把这一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到了 5%，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里，通缩这两个字出现了超过60次，这对一向措辞谨慎的国际机构来说，几乎等于是在公开示警。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连续第5年走下坡。2026年5月，中国的零售销售额出现了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老百姓不敢花钱了。而那些地方政府背负的隐形债务，那些被称为城投债的庞然大物，规模早已大到让人不敢直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技术性递资不抵债，只能靠借新还旧，勉强维持。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会看到一幅更让人心惊的全景。有研究估计，中国的整体债务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比例已经高得惊人，并且还在不断攀升。经济学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经济 K 型，意思是一小部分人和产业还在往上走，可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却在不断往下沉。两条线朝着相反的方向越拉越开，老百姓不敢消费，企业不敢投资，地方政府背着还不完的债。帕克口中那个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的中国并不是什么遥远的预言，它正在这片土地上一寸一寸地变成现实。帕克说的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难道只是随口一说吗？而帕克最惊人的一段预言是这一句，他说2026年的中国会有一位高层官员神秘的消失，或者离奇的死去。他说这会是中共内部分裂的征兆之一。然后2026年的第1个月，整个世界都看见了。2026年1月，一则消息震动了整个北京政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位被视为军中实权人物，习近平多年盟友的红二代将领被查落马，与他一同倒下的还有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而这还没完，连同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成等人在内，光是2026年的头1个月，中国就有10名现任与退休的高官被查。官方媒体自己给了他一个名字，猛打石虎。一位高层官员神秘消失，帕克的预言分毫不差。更耐人寻味的是，外界对这场清洗的解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整肃张又侠这样的实战派将领，并不是要削弱军队，恰恰相反，是要拔掉那些懂得战争代价的理性刹车，把整支解放军
改造成一台绝对服从的战争机器。也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在为后习时代清除一切可能的威胁。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和帕克说的中共内部的分裂和动摇政权根基的裂痕遥遥呼应。而这场清洗之所以让研究台海的人格外紧张，是因为它触动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国际上不少分析早就指出，解放军把2027年定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外界普遍认为那是对台动武能力的一道门槛。可是有台湾学者警告，真正需要警惕的窗口也许不是2027，而是更早的2026。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强人把身边所有懂得战争代价的理性将领一个一个拔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绝对的服从。一支只会服从却没有人敢踩刹车的军队，恰恰是最危险的。帕克说的那道动摇政权根基的裂痕，或许不只关乎中国的内部，它牵动的是整个海峡的安危。帕克说，习近平不会死，但他会被一层又一层的掩盖包围。他说，这个男人会活下来，可他脚下的地基正在一寸一寸地裂开。2026这个被帕克称为宿命之年的年份，习近平巩固了他的军权，却也亲手拔掉了身边那些最清醒的声音。宿命之年这4个字，帕克说得很重。在他的描述里，2026年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再也回不了头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之前，他还能在多种道路之间选择，可一旦走过这一年，许多事情就会像滚下山坡的石头，再也停不下来。他巩固了权力，却也让自己失去了退路。他扫清了异己，却也让自己再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一个身边只剩下附和的强人，看似站上了顶峰，实际上却把自己推到了最孤独也最危险的位置。这或许就是宿命2个字最深的含义。这究竟是权力的巅峰，还是崩塌的前夜？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帕克一个更老也更让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早在很多年以前，帕克就说过一段关于中国的话。他说，他预感中国会爆发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导火索会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起事件。他说，这起事件再加上更多的环境灾难，会像一根火柴，点燃中国境内积压已久的火药桶。他预言，香港和蒙古会出现动荡，而这场革命不会像当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样血流成河，但会是一场人民对抗贪腐、对抗特权的巨大浪潮。对抗贪腐，各位，你还记得鸿福苑那场大火背后是什么吗？是围标，是贪腐，是利益的勾结。帕克在很多年前就说，中国的这场变局会由人民对抗贪腐而起，而2025年那场夺走168条人命的大火，恰恰把香港人对贪腐的愤怒推到了顶点。帕克还说过一个更宏大的预言，他借助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棕榈叶预言，说在2025到2029这几年间，世界会经历一连串的战火与灾难。他特别提到了一场4国战争，虽然他始终看不清这4个国家究竟是谁。4国战争，能源棋盘上的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台湾周边海域的事件，香港的火，北京的清洗。当我们把帕克这些散落在不同年份的预言和萨洛梅那3重考验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渐渐浮现了出来。2位预言家，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巴西，他们从未合作，从未交谈，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同一个画面，一个被内忧外患层层包围的中国，一座站在风暴正中央的岛屿，还有一个正在走向命运十字路口的2026年。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其实这样的不约而同在我们追踪预言的这条路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见过太多次了。东方古老的谶纬和西方神秘的通灵异象常常在同一个时间点指向同一件事。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同一条时间的河流，只是各自站在不同的岸边。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人类在动荡年代里共同的焦虑投射。无论你信哪一种解释，有一个事实是摆在眼前的，2026年的世界确实正在以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速度发生着巨变。中东的大战，委内瑞拉的变局，中国经济的寒冬，
北京军中的清洗，香港的世纪大火，这些都不是预言，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白纸黑字写进新闻里的事实。预言家们或许看见了轮廓，而我们正亲眼见证着这些轮廓一笔一笔的被填上颜色。我知道，讲到这里，很多朋友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我想请你先深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预言从来都不是命运的判决书。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看过帕克说中的，也看过他说错的。事实上，帕克自己最大的一个失准，恰恰就和台湾有关。他曾经预言，台湾海峡会发生一场碰撞，并由此引爆一场世界大战。而到今天，这场最坏的结局并没有发生。你看，就连预言家自己都会说，他是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世界，他能看见轮廓，却未必能看清结局。这恰恰告诉我们一件事，未来并没有被写死。萨洛梅口中的三重考验，黑暗、咽喉、棋盘，他们是警告，不是宿命。一个提前知道太阳风暴会来的社会，会加固它的电网；一个明白自己晶片咽喉有多脆弱的岛屿，会努力为自己寻找更多的退路；一个看清了大国棋盘的民族，会更冷静、更清醒地走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预言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让我们躺平等死，而是让我们在风暴来临之前，把窗户关紧，把屋子加固。我常常想，预言这种东西，到底是用来吓人的，还是用来救人的？如果一个人听完预言，从此夜夜失眠，惶惶不可终日，那这预言就成了一道诅咒。可如果一个人听完预言，回过头去把家里的灭火器检查一遍，把该存的粮食存好，把该加固的地方加固，那这预言就成了一份礼物。萨洛梅也好，帕克也好，他们反复强调的从来不是要我们害怕，而是要我们准备。一个提前看过剧本最坏那一页的人，才更有机会把结局改写成另一个样子。这才是预言真正的意义。至于海峡对岸那个宿命之年，我们更应该明白，一个被内部裂痕、被经济寒冬、被反复清洗折磨的政权，它的每一个对外举动都可能因为内部的压力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帕克说，习近平巩固了军权，却拔掉了身边理性的刹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误判的风险不讲反生。所以对我们而言，最好的应对不是恐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对岸越是内部不稳，我们就越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防线守牢。历史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一个对内越是高压，对外就越容易强硬的政权，往往会在内部压力最大的时候做出最危险的选择。因为对一个被困在墙角的强人来说，一场对外的胜利有时候是转移内部矛盾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着海峡对岸经济下行，军中清洗，内部裂痕一道接着一道的时候，我们的心反而要更稳，眼睛反而要睁得更大。对岸越乱，我们越要清醒。这不是要我们去恐惧一个邻居，而是要我们做好一个成年人面对风险时该有的所有准备。警惕是这个时代给台湾最珍贵的礼物。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位巴西的灵媒，一位英国的预言家，为什么会在2026年同时把目光投向台湾？也许答案并不在玄学里，而在现实中。台湾本就站在这个世界最敏感的断层线上，我们握着全球的晶片命脉，我们坐在美中对抗的最前沿，我们的身后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阵痛的庞大邻居。预言家之所以看见台湾，或许正是因为台湾本就是这个时代所有矛盾与张力最集中的那一个点。他们不是在制造恐惧，他们只是把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那根刺指给我们看。有时候我会这样想，与其说这些预言家拥有某种看穿未来的神力，不如说他们是一面镜子，一面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焦虑的镜子。当这么多人从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里不约而同地看向同一座岛屿的时候，与其惊叹于这份巧合，不如静下心来问问自己，这座岛究竟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目光？答案其实一点都不悬，因为台湾本就站在这个时代所有力量交汇的正中央。
看懂了这一点，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缥缈的玄学，而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而面对这根刺，恐慌是最没用的，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清醒，是准备，是把每一个万一都想在前面的那份从容。电网要加固，供应链要有后手，社会的共识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心都要稳。预言说台湾将迎3重考验，那我们就把这3重考验当成3次把自己变得更强韧的机会。至于对岸那个宿命之年会走向何方，没有人能给出100%的答案。帕克说，习近平会活下来，但他脚下的地基正在裂开。这究竟是一个帝国黄昏的开始，还是又一次有惊无险的渡劫？让我们一起睁大眼睛往下看。2026年才刚刚走过一半，下半年这个世界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没有人知道。但无论风浪多大，请记得，我们脚下这座岛屿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在风暴中挺了过来，这一次我们依然会。在中国流传着一本被历代帝王列为头号禁书的天书，它据说能预知未来1000多年的王朝兴衰，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场惊天巨变都被它一一言中。如今这本书的指针已经悄悄滑到了倒数的最后几页，而就在这几页里藏着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惊人预言。他说，在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局之后，那个庞大的红色政权将会落幕，而真正走上历史舞台，重新执掌整片神州大地的，将是一位来自西方的真命天子。他到底是谁？他从哪里来？这本书又为什么敢把话说得这么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中华第一奇书《推背图》，去揭开那张藏了1400年的神秘面孔。故事要从14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说起。当时的皇宫里有2位响当当的奇人，一位叫李淳风，一位叫袁天罡。这2个人可不是普通的算命先生，他们是大唐官方的顶级天文学家与术数大师。李淳风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是浑天仪的改良者，连日食月食都能算得分毫不差。袁天罡则以相术闻名天下，据说他看一个人的面相，就能断定此人一生的荣枯祸福。有一天，这2位高人兴致一来，决定一起推演大唐往后的国运。谁知道一推之下竟然停不下来，他们顺着天机，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往下算，越算越远，越算越心惊。眼看着天机泄露的太多，袁天罡终于伸出手，轻轻推了一下正算得入迷的李淳风的后背，说了一句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意思是天机到此为止，咱们还是推着背回去歇息吧。这轻轻一推，不仅让2人没有把天机彻底泄尽，也给这本旷世奇书留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推背图。也许你会好奇，这2位高人凭什么能算得这么准？我们先说李淳风，他可不只是个会看星星的官员，他主持修订的灵德历是当时全世界最精密的历法之一。他甚至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学专著，把风力整整划分成8个等级，比西方足足早了1000年。据说有一回，他向唐太宗禀报，说某时某刻将会发生日食，可到了那一天，太阳却迟迟没有亏缺，太宗便嘲笑他算错了，要治他的罪。李淳风不慌不忙在墙上划了一道线，淡淡的说，等到日光照到这条线，日食就会发生。果然，话音刚落，太阳就准时开始亏时，分秒不差。再说袁天罡，他乡人的本事更是神乎其技。传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之中，被乳母抱出来给他看相，他端详了半天，竟脱口而出，此子若是女儿身，将来必为天下之主。后来的历史果然丝毫不差。你看，能让这样2位通天彻地的人物联手推演这本推背图的来历，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令人不敢小觑的分量。推背图整本书一共有60项，所谓的项，你可以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预言单元，每一项都由4个部分组成。最上面是一幅图，图里画着人物、动物或者器物，每一个细节都是隐喻。图的旁边配着一个卦，取自易经的64卦，
用来定调这一项的整体吉凶与气运。接下来是谶语，通常是4句很短的话，像谜语一样晦涩难懂。最后是宋词，用诗的形式把这一项要说的事再唱诵一遍。到了明朝末年，又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才子金圣叹为这本书逐项写下了批注，把他自己的解读也留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这本书太准到让历代统治者都心惊胆战，所以从宋朝开始，他就被官府列为严禁流传的禁书。毕竟没有哪个皇帝愿意让老百姓提前知道自己的王朝会在哪一年走到尽头，可越是严禁，他就越是顽强地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一路流传到了今天。关于这本禁书，还流传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对推背图在民间的疯狂流传，简直头疼到了极点。他想禁，却发现越禁传得越凶，几乎家家户户都偷偷藏着一本。于是这位开国皇帝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绝妙计策，他下令把推背图里图像的顺序全部打乱，再掺杂进大量真假难辨的版本，然后一股脑地放回民间。如此一来，市面上流传的版本五花八门，彼此矛盾，谁也分不清究竟哪一项对应哪一年，这本书的预言效力自然也就被大大削弱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好几种顺序完全不同的推背图版本，而在所有版本当中，公认最权威、流传也最广的，正是经过明朝末年那位大才子金圣叹亲手批注校订的这一个版本。说起金圣叹，他本身就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才华横溢，恃才傲物，最后竟因为一桩牵连众多读书人的案子被朝廷下令斩首。传说他临行之前还不忘幽默一把，留下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绝笔。也正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为推背图逐项写下的批语，才显得格外有分量。我们今天要解读的第53项采用的正是金圣叹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本书到底有多准呢？我们先来看几个已经应验的例子，你就明白为什么后人对他如此敬畏了。推背图的第3项画着一位手持利剑的妇人，配的谶语里藏着日月当空这几个字，后人恍然大悟，这不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吗？武则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那个赵字拆开来看，正是日月当空，意思是要像日月一样高悬天际，普照天下。一本成书于唐朝初年的书，竟然提前几十年就精准预言了一位女皇的横空出世。再看另外一项，讲的是渔阳方向突然战鼓震天，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香消玉殒。熟悉历史的人立刻就能对上号，这说的正是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出逃，最终在马嵬坡含泪赐死杨贵妃的那一幕千古悲剧。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往后推移几百年，推背图里还有一项谶语，写着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画面晦涩难解，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到了清朝中叶，这几句话竟然又一次活生生的应验了。当时洪秀全领导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席卷了半个中国，他们建立起来的政权国号就叫做太平天国，这恰好对上了太平时这3个字。起义的将士们个个蓄起长发，不再遵从清廷剃发留辫的规矩，被当时的人称作长毛，这又精准地对上了头有发。而衣怕白这一句则被解读成他们崇尚某种特定的服色与信仰。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最后那句王杀王。后来太平天国内部果然爆发了惨烈无比的天津事变，东王、北王等几位曾经并肩作战的核心首领竟然自相残杀，杀得血流成河，整个政权也从此由盛转衰，一路走向覆灭。短短12个字，竟把一场横跨10几年的历史大戏，从轰轰烈烈的兴起到凄凄惨惨的败亡，全都丝丝入扣地浓缩了进去。难怪后人会说，推背图简直就是一部提前写好的中国历史剧本。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惊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让人脊背发凉的例子。在推背图靠后的位置有一项画着一群展翅高飞的鸟儿，可诡异的是，那群鸟偏偏都没有脚。配的谶语里写着鸟无足，
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这样晦涩难懂的句子，1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能读懂这究竟是在说什么。直到上个世纪，那场惨烈的侵华战争爆发，后人才猛然惊醒，恍然大悟。你把鸟无足再配上山有月这几个字的部件一拼合，组成的竟然是一个岛字，一个来自岛屿的国家，旭日初升。这不正是那面太阳旗那个发动侵略的岛国吗？而人都哭这3个字更是道尽了那段血泪交织的苦难岁月，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哭声遍野。一本成书于唐朝初年的古书，竟然提前1000多年就用如此精准又如此隐晦的方式预言了一场跨越1000年的浩劫。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应验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才让后人在面对他尚未揭晓的那后半部分时，再也不敢轻易地嗤之以鼻。类似的精准在《推背图》里比比皆是。讲到5代十国那段天下大乱的岁月，书里有一项画着一位天子端然高坐，面前有5个人恭恭敬敬地前来朝拜。后人解读，这5个人正是吴越、南平、后蜀、南汉、南唐这5个割据政权的君主。他们先后放下武器，归顺了那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天下这才从4分5裂重新走向一统。再往后翻，蒙古铁骑踏破中原建立的元朝，朱元璋揭竿而起驱逐鞑虏的明朝，满清入关问鼎天下的改朝换代，乃至最后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彻底终结，民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场。这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大事件，竟然全都能在推背图后续的图像里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对应伏笔。正因为前面这几十项项都应验得如此惊人，后人在翻看它尚未发生的那后半部分时，才会带着一种既敬畏又忐忑的复杂心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第53项，恰恰就处在这本天书最关键的尾声部分。要真正读懂它，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在它前面的那几项到底铺垫了一个怎样的时代背景。从第44项开始，推背图的笔锋陡然一转，从回顾历史彻底转向了描绘一个风云激荡的未来大时代。第44项的宋词里有这样一句话：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司仪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在预言一位力挽狂澜的圣人即将降临人间。这位圣人虽然未必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杰，却能像周公一样完成一番安定天下的伟业，让四方的民族都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从此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天下回春。这一项仿佛是为整个结局拉开了序幕，告诉后人最黑暗的时刻过后，光明终将到来。关于这位降临人间的圣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历代的解读者曾经有过无数的猜测与描绘，而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描述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这位圣人并不是传统印象里那种金戈铁马、东征西讨的开国君王。第44项的宋词里那句虽非豪杰也周成，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未必拥有盖世的武功，未必是叱咤沙场的盖世英雄，可他却能像当年辅佐成王的那位周公一样，凭借着高尚的德行与过人的智慧，去完成一番安定天下、教化万民人心的不朽伟业。在许多民间流传的寓言版本里，他被人们尊称为紫薇圣人。据说他出身极为平凡，一生历尽了千难万险，却偏偏会在天下最危难的那个时刻挺身而出，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方式，把那些陷入迷途的人们重新一个一个地引回正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把这位带来精神指引的圣人和那位负责治理天下、安定江山的关中天子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他们一个照管着人心，一个执掌着社稷，缺了任何一个，这场横跨千年的救劫大戏恐怕都唱不圆满。然而光明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圣人真正出现之前，推背图描绘了一段相当惨烈的过渡时期，紧接着的几项被普遍解读成一个庞大政权气数将尽、行将崩塌的种种征兆。
书里反复出现一人难逃，万人不死这样令人不安的句子，暗示着一场席卷一切的大清算正在悄悄逼近。而到了第50项，画面更是触目惊心。他的谶语里写着水火相战，受贵人见，宋词里更有豺狼结队街中走，百米银仓不值钱这样的描述。很多解读者把这一项对应成一段天灾人祸交织缠绕的大劫之年。所谓受贵人见，是说野兽成群结队在街上横行，而人命却变得低贱如同草芥。所谓百米银仓不值钱，是说即便粮仓里堆满了白米，却因为大瘟疫横行，社会崩解，竟然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这幅末世般的景象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就在这片至暗时刻的最深处，推背图的画面又一次出现了转机。第51项的谶语里写着阴阳和，化以正，坤顺而感，后见尧舜。这一句被许多人看作是天地秩序重新归于平衡，正气回归的征兆。而其中后见尧舜这4个字尤其关键。尧与舜是中华文明传说中最理想的2位上古圣王，象征着一个道德高尚、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换句话说，这一项在预告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一个堪比尧舜盛世的全新时代即将开启。紧接着的第52项更是把这个历史转折点点得明明白白。其中有一句乾坤再造在角亢，乾坤再造意思就是天地被重新缔造，旧的秩序彻底崩塌，全新的天地就此诞生。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旧世界即将谢幕，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而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口，我们今天的主角第53项里的那位真命天子终于要登场了。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推背图描绘的这条时间线竟然和另一位中国历史上顶级预言大师的推算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位大师就是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的开国军师刘伯温。民间流传着一块据说出自他手笔的陕西太白山救劫碑文，被认为准确预言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19年底爆发，后来席卷全球的那场大瘟疫。碑文里有一句谨防人人艰难过，光过天翻龙蛇年。许多解读者指出，这里的龙年与蛇年指的正是2024年和2025年，意思是说这2年是人类最艰难的一道生死关口，凶险异常。碑文接着又说，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言下之意，只要咬牙熬过了这段最黑暗的大劫年，后面迎来的就是劫后重生的全新天地。相传同样出自刘伯温的推碑图里，也有一句相呼应的话，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同样把这道生死大关锁定在了这几个年份上。说到这块救劫碑文，它里面还有几句话，这些年被无数人反复提起，传得沸沸扬扬。碑文里写着7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许多解读者把这句话拆解成了一个字谜，7个人再加上一个口字，被认为是在隐晦地暗示一场由人传人从口鼻入侵的大瘟疫。碑文里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句子，比如贫者1万留1000，富者1万留23，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到眼前。这些话听起来确实骇人听闻，字里行间描绘的仿佛是一场席卷人间的巨大劫难。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冷静地去看待这些文字。这类碑文歌诀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真假难辨的后人脱名之作，其中很多句子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被人们对号入座附会上去的。它到底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后人的穿凿附会，我们大可不必急着下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古老的预言无论真假，都在反复诉说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黑暗的尽头终将迎来黎明的曙光。这还不算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26年这个时间点时，会发现一连串令人头皮发麻的巧合正在不同的预言系统里同时上演。唐朝那位神秘的黄檗禅师留下过一首预言诗，其中有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这里的金蛇指的正是2025年的乙巳蛇年。蛇年一终结，下一年
也就是2026年，按照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恰好是丙午赤马之年，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出现重大变革的特殊年份。而宋朝那位以推演天下大事著称的邵雍，在他的《黄极经世》里推算，2026年所对应的卦象是天火同人卦。这个卦的意思非常耐人寻味，它象征着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分裂之后，天下人重新凝聚起共识，上下一心，同舟共济，携手走出困境。你看，从推背图到刘伯温，再到黄檗禅师与邵雍，这些相隔数百年的预言家，竟然像是事先约好了一样，不约而同地把历史的聚光灯齐刷刷地打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时间点上。连当代一些知名的预言人士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2026年之后，世界将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转变。说到民间的预言，除了这些流传千年的古老天书，在中国的乡野之间，其实还悄悄活跃着另一种神秘的人物，他们被称作赊刀人。所谓赊刀人，指的是一群走村串巷的卖刀人。他们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卖刀竟然可以不收钱。他们会在留下刀具的时候撂下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比如等到米价涨到某个数字，又或者等到某件大事发生的那一天，他们才会回来收钱。然后他们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年，甚至10几年。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等他们再度现身回来收钱的时候，当年留下的那句预言往往已经一一应验。这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鬼谷子一脉，千百年来在民间时隐时现。近些年来，也不断有各地的人们声称自己曾经亲眼遇到过这样的赊刀人，并且转述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只言片语。这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但它和推背图一样，都寄托着一种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普通人在面对那未知命运时，心底那份既好奇又敬畏的复杂心情。更有意思的是，把目光从东方移到西方，许多当代颇负盛名的预言者竟然也都把焦点不约而同地投向了2026年前后这段时间。英国的帕克这些年就多次公开预言，那个庞大的东方红色政权将会走向分裂与瓦解，而这场巨变的时间点恰恰就落在这几年之内。来自印度的少年预言家阿南德也同样反复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从动荡走向重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旧的秩序会崩解，新的格局会在废墟之上重新生长出来。一边是来自古老东方的天书，一边是来自西方的灵氏传统，一边又是来自印度的占星推算。这些原本毫无交集、文化背景天差地别的预言，竟然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彼此呼应一般，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窗口。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我们尚未参透的规律正在悄悄地运转？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静下心来好好的思量一番。铺垫了这么多，现在让我们郑重地翻开推背图的第53象，看看这位即将登场的真命天子究竟长着一张怎样的面孔。这一项对应的卦是丙辰，干下震上，大壮卦。它的谶语只有短短4句：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修命，半老有子。它的宋词同样是4句：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乾纲天下安，狱中2件惊其美，前人不及后人才。而明朝那位大才子金圣叹在批注里写得更加直白大胆，他说：此项有一秦姓名孝者，登极关中，控制南北，或以秦为国号，此一志也。短短这几十个字，看似云山雾罩，实际上却像是一张1400年前就绘制完成的人物档案，把这位未来执政者的出身来历、性情品格，甚至连他的姓名线索都密密麻麻地编织进了字里行间。接下来就让我们化身侦探，一句一句把这幅尘封了1000年的素描慢慢地还原出来。我们先从那个定调的卦象说起。大壮卦在易经的64卦里，大壮卦的卦象是上面为震，代表雷，下面为干，代表天，合起来就是雷在天上，响彻寰宇。这个卦
象征着一种壮大、兴盛、光明正大、声势浩荡的气象。它代表的不是偷偷摸摸的阴谋篡夺，而是一股堂堂正正、蓄势已久的全新力量，正要轰轰烈烈地登上舞台，大干一场。光是这个卦的基调，就已经为这一项定下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色彩。它告诉我们，这位即将出现的天子，他的崛起绝不是靠着阴暗的手段，而是如同春雷炸响，光明磊落，气势磅礴。一个用大壮卦来形容的人物登场，注定是要开创一番大事业，要让整个天下都为之震动的。请记住这股雷霆万钧的气势，因为它将贯穿我们对这位真命天子的全部解读。不过，这个大壮卦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告诫，而这恰恰正是古人最了不起的大智慧所在。在易经里，大壮卦的卦辞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大壮立真。这个真字讲的就是手持正道，它的意思是在说，一股强大的力量固然令人欣喜，但唯有走在堂堂正正的大道之上，这份壮大才会真正为天下带来吉祥。如果空有一身蛮力，胸中却不讲道义，那么再如何强盛的力量，到头来也只会反过来吞噬掉自己。孔子在解读这一卦的时候，更是留下了君子以非礼勿履这样一句千古名言。他谆谆告诫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君子，凡是不合乎礼义的事情，哪怕你有着天大的能耐，也绝对不可以去做。你看，这和谶语里反复强调的那句顺天休命，那句礼贤下士，竟然是如此地遥相呼应，彼此印证。原来这幅古老的图谶，从卦象到字句，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地叮咛着我们同一件事：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力量本身，而是让那份力量永远臣服于一颗向善的人心。接着我们来解读最核心的第一句“关中天子”，这4个字直接点出了这位天子的籍贯。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省中部那一片广袤的渭河平原，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响亮的别称，叫做800里秦川。可别小看了这片土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分量简直重得无与伦比。我们不妨来数一数，周朝从这里兴起，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根基；秦始皇从这里出发，横扫6国，第一次统一了中国；汉朝的都城长安建在这里，开创了强盛的两汉气象。盛唐的长安同样坐落于此，缔造了万国来朝的巅峰盛世。你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辉煌的那几个大一统王朝——周、秦、汉、唐，他们的龙兴之地全都深深扎根在关中这同一块土地上。所以，当推背图断言未来那位重整山河的天子将出自关中，这背后的象征意义就极其深远了。他仿佛在向后人昭示，那位终结乱世，让神州重归太平的人，会从孕育过周秦汉唐的同一片圣土上走出来。这象征着一场中华道统最深沉的回归与重启。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学说里，关中这片土地还有着一层更为神秘的色彩。古人认为这里是整条中华龙脉的关键所在，它北有黄土高原作为天然的屏障，南有巍峨的秦岭横亘阻挡，东有黄河天险环绕，西边则连接着绵延万里的昆仑山脉。在风水家的眼中，这简直就是一块四面有险、藏风聚气的绝佳宝地，是天生孕育帝王的龙兴之所。也正因如此，历朝历代但凡有雄心壮志，想要一统天下的枭雄，几乎都把夺取关中当成争霸天下的第一步棋。得关中者得天下，这句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被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印证。所以当推背图把未来那位真命天子的出身牢牢地锁定在关中时，他真正唤起的其实是中国人血脉深处那份对于盛世王朝最古老也最深沉的集体记忆。而接下来这2句的配合，堪称整个第53象里最精妙绝伦的设计。我们把宋词里的一个孝子自西来和谶语里的半老有子放在一起看，古人在这里悄悄埋下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拆字谜语。你来看，把老这个字的上半部分留下来，下面再接上一个子字，这2个部件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组成的
正好就是一个孝字，半截老加一个子，这不正是半老有子吗？古人玩弄文字的功力实在是高深莫测，他们没有直接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却用这种拆字的巧妙方式，把这位未来君主最核心的品德烙印深深地刻进了预言之中，那就是一个沉甸甸的孝字。这位即将执掌神州的天子，将会是一位以大孝闻名于世、德行极其深厚的仁者。而那句一个孝子自西来里的自西来三个字，又进一步精确地标明了他的方位，他来自西方，来自西北，这恰好和前面关中天子所指向的陕西方位上严丝合缝。金圣叹更是大胆地直接点破，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姓秦，名字里带着一个孝字，而秦正是关中那片土地最古老、最尊贵的名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本天书偏偏要把一个孝字放在如此核心的位置，去形容一位开创盛世的君主呢？这背后其实藏着中华文化最深层的一套政治哲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以孝治天下。古人深深相信，一个人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懂得感恩孝顺，那么他将来治理天下才会懂得体恤百姓，才会心怀仁德。孝被看作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与源头，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最高标尺。汉朝的皇帝更是直接把孝字写进了自己的谥号里，从汉文帝到汉景帝再到汉武帝，几乎个个都带着一个孝字。所以当推背图用这样一个沉甸甸的孝字来定义这位未来的真命天子时，他真正想要传递的并不只是这个人姓名里的线索而已，而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未来的领袖将会是一位把仁德与孝道深深刻进骨子里的有德之君。在古人的眼中，唯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去开创一个堪比尧舜的太平盛世，拼出了出身与品德。我们再来看这位天子的性格与作为，这藏在礼贤下士、顺天修命、手握乾纲、天下安这几句里。先说礼贤下士，这四个字描绘的是一位极其谦逊的领袖，他求贤若渴，对于有真才实学、有高尚德行的人，他都愿意放下身为君主的架子，以最大的礼节去对待、去延揽。这让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三国时期，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不惜三顾茅庐3次亲自登门拜访的那份诚恳与胸襟。一位肯为人才低头的领袖，往往才能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聚拢到自己身边。而顺天修命这4个字分量就更重了，它的核心意思是，这个人的一切作为都顺应着上天的旨意，顺应着万民的心愿，他绝不会倒行逆施，绝不会违背天道人心。这就点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别，他之所以能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靠的不是权谋算计，不是强取豪夺，而是因为他恰好走在了天意与民意所共同指向的那条正道之上。也正因如此，当他真正手握乾纲，把治理天下的大权稳稳握在手中时，最终的结果被预言浓缩成了3个字：天下安。漫长的乱世到此戛然而止，饱受苦难的苍生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重新过上安稳太平的好日子。而谶语里那句半老有子，除了藏着一个巧妙的孝字之外，若是单从字面上去解，其实还透露出了这位天子一段非常具体的人生轨迹。半老指的是人到中年，年近半百。所谓半老有子，意思就是说，这位真命天子会在人生过了大半之后，才终于迎来自己的子嗣。这短短的4个字，一下子就让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子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几分凡人的温度。他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个人并非一帆风顺，少年得志，他的前半生很可能同样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蛰伏与等待，直到人到中年，运势才真正开始扭转，就连子嗣都来得比寻常人要晚一些。而一个迟迟降临的子嗣，在古人的眼中，往往也象征着一种传承与延续，象征着他亲手开创的这份基业，后继有人，能够长长久久地一直走下去。你看，古人单单只用了4个字，就把一个人的命格、品德乃至他身后的传承全都悄悄地写了进去，这份功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讲到这里，这位真命天子的素描已经相当立体清晰了。一位来自关中陕西，以大孝立身、谦逊顺天，最终让天下重归安宁的理想君主。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项的最后，还潜藏着2句最耐人寻味的话。也正是这2句，引爆了一场延续至今，让无数人争论不休的巨大谜团。第一句是“域中两件惊其美”，它的意思是，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之内，会先后出现2面旌旗，也就是2段引人瞩目的时期。第2句则更为关键，前人不及后人才。请大家特别注意这6个字，他清清楚楚地把人物分成了前后2波，一波叫前人，一波叫后人，并且斩钉截铁地断言，前面那个人的才干与功业远远比不上后面这个人。这就奇怪了，既然这一整项描绘的都是那位带来太平盛世的真命天子，那为什么还要特意拎出一个被他远远比下去的前人来做对照呢？这个神秘的前人究竟又会是谁？正是这短短的2句话，让这个沉睡了1000多年的古老寓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联想。关于域中两件惊其美这句话，历来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2面旌旗指的是2面前后更替的旗帜，象征着在这片土地之上将会先后出现2个截然不同的政权，一个黯然落幕，一个轰然登场。也有人认为这说的是2段不同的时期，前一段是那位前人主政的岁月，后一段才是真命天子亲手开创的太平年代。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他们其实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一场新旧交替的历史更迭正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悄然地发生着。而紧跟其后那句斩钉截铁的前人不及后人才，就像是预言家在这场巨大的更迭之上轻轻地盖下了一个结论性的印章，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这场大戏真正的主角永远是那位后来居上的人。最微妙也最敏感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当研究者们把这幅素描拿到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去按图索骥，寻找那位关中天子的对应人选时，一个巧合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如今执掌着那个庞大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恰恰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关中人。他出生在陕西渭南的富平县，正是800里秦川的核心地带。于是在过去确实曾经有极少数人提出过一种大胆的猜测，会不会这位现任的强人就是预言中所说的那位关中天子呢？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被绝大多数的解读者给否定了，而且否定的理由相当充分，也相当有说服力。第一条理由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这句话，它明明白白地暗示这个预言真正要颂扬的主角是一位后来者，一位继任者，而绝非当下这位。第二条理由则更为直接，谶语里反复强调的顺天修命，以及那个结论性的天下安，描绘的分明是一派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可是放眼这几年的种种光景，瘟疫、动荡、经济的层层阴霾，无论怎么看都和天下安这3个字格格不入，对不上号。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这位现任的关中强人，他的角色更像是预言里那位最终被远远超越的前人，又或者说是一个承上启下，注定要过渡到下一个时代的角色。而推背图真正翘首以盼的那位真命天子，是一位还要在他谢幕之后才会缓缓登上历史舞台的全新人物。这可能就是整个第53项最让人感到震撼也最发人深省的地方了。当你想当然地以为那个答案就是如今被全世界镁光灯追逐着的当权者时，这幅1400年前的古老图谶却仿佛轻轻地摇了摇头，告诉你，不是他。他真正要描绘的那位执掌神州的真命天子，轮廓其实清晰得令人吃惊。现在就让我们把所有搜集到的线索最后一次拼凑到一起。他出自关中陕西，从中华文明最深的龙兴之地自西方而来。他的姓名里很可能带着一个孝字，是一位以大孝立身的德者。他谦逊到愿意礼贤下士，行事处处顺应天意与民心。他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才得到自己的子嗣，
这就是半老有子，他的才干远远超越他的前任，这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而当他正式登场之后，天下重归安宁，开创出大壮卦所象征的那一番雷霆万钧、光明磊落的全新气象。这幅素描具体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可奇妙的是，能够完全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这个人，直到今天似乎都还没有真正走到聚光灯下。换句话说，推背图花了整整1400年的时间，为一个尚未登场的人提前画好了一张等待对号入座的精细画像。而根据前面那些预言所推算出的时间线，这位神秘人物现身的时刻很可能就落在2026年之后的这短短几年之内。其实把这位关中天子的来历说得更加透彻的，还有另一部在民间流传极广的寓言。相传它同样出自刘伯温之手，名字就叫推背图。在后人对推背图和推背图进行综合对照的解读里，浮现出了一条相当完整的脉络。大意是说，那场席卷一切的大劫年彻底过去之后，神州大地将会迎来一位来自陕西的大孝之人，由他重新接续起那条中断已久的中华道统，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恢复安宁，让老百姓重新过上太平日子。而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位人间君主之上，这些预言里还反复提到了另一个层次更高的角色，那就是第44象里所说的那位救劫的圣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关中天子指的是负责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那位人间执政者，他要解决的是现实世界的秩序问题。而圣人在这些预言的描述里，更像是一位带来精神教化、引领天下人心向善归正的觉者，他要解决的是人心与道德的问题，一个负责让世道安定，一个负责让人心回升。这二位角色一前一后，一文一武，共同携手，把历经磨难的人类从深重的劫难里领出来，走向预言中所描绘的那个无比光明、无比美好的全新纪元。而我们今天反复解读的第53象，其实也只不过是这部宏大命运剧本中的其中一幕罢了。如果我们不满足，继续往后翻，会发现后面的画面还要更加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第54象里有这样一句：环中自有真龙出，九曲黄河水不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那条终年浑浊的黄河，河水忽然变得清澈，从来都被视为圣王出世、天下即将大治的最高祥瑞之兆。一句黄河水清，预示着一个太平盛世的真正到来。可是再往后翻到第56象，气氛却陡然一变，变得无比紧张肃杀。谶语里写着：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宋词里更有海疆万里尽云烟这样的句子。许多解读者认为，这描绘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大战。所谓飞者飞鸟，指的是天上飞的战机与飞弹；所谓潜者飞鱼，指的是水下前行的潜艇与军舰。而那一句海疆万里尽云烟，更是让不少人联想到，这场海上的滔天烽火，或许就和台海方向可能出现的巨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紧接着的第57象，笔锋又是一转：坎离相克见天倪，不信其才产吴越，重阳从此集兵师。这一项竟然预言了一位出自江浙吴越之地的旷世奇才，他将发明出一种以水克火，能让世上一切武器，包括最可怕的核武，全部瞬间失效的神奇手段，从而彻底化解了那场战争的杀机，让重阳之上的连天战火就此偃旗息鼓，归于平静。聊到这里，也许你的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疑问：推背图整整一本书，为什么偏偏只推演到第60象就戛然而止了呢？这背后其实也藏着古人一番深沉的用意。在他的最后一项，也就是第60象里，画着2个人推着背缓缓远去的苍茫背影。那首宋词写着：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你看，故事的结尾竟然又巧妙地回到了当年李淳风与袁天罡推背归休的那一幕，首尾相连，浑然天成，妙不可言。古人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天道循环，世间的兴衰治乱
本就像那一年四季，春去秋来，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一治一乱，一盛一衰。这原本就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再强盛的王朝也终有落幕谢场的那一天，再黑暗漫长的乱世也终究会迎来破晓的那一刻。所以推背图推演到第60项就停了下来，并不是因为天机算尽了，而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诉后人，与其苦苦执着于去窥探那永无止境的未来，倒不如放下心中的执念，踏踏实实安安心心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当然，聊了这么多令人血脉奔张的解读，我们也必须冷静下来，听一听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历来就有不少严谨的学者对推背图的所谓神准抱持着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本书流传了1000多年，版本繁多，文字又极其晦涩，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做出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所谓的应验，很多时候其实是后人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回过头去把那些原本模糊的字句硬生生地往已知的历史上去套，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事后诸葛，民间也戏称为马后炮。更何况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大量被人篡改增补的版本，谁也不敢保证其中没有后人故意把已经发生的事伪装成预言写了进去。这些质疑其实都非常有道理，我们不该全盘照收，把每一句话都当成铁口直断的天机。所以对于推背图这样一本奇书，最理性的态度或许是既不盲目的迷信，也不轻率的否定，而是把它当成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去欣赏古人那份非凡的智慧，去细细品味他背后真正想说的那句话。其实仔细想一想，推背图这本奇书之所以能够历经1400多年的漫长岁月，被历代君王严令查禁，却依然顽强地流传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你会发现，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巨大的动荡与不安，每当人们对脚下的路感到迷茫与恐惧的时候，这一类古老的预言就会像潮水一样重新涌上人们的心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那些充满未知与变数的岁月里，人们的内心实在太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太需要一束能够穿透迷雾的光来告诉自己，眼前的这场苦难终究会有个尽头，黑暗的隧道前方终究有出口。预言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它让饱受煎熬的人们愿意去相信，眼下的这一切混乱与痛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早已被写进了一个更宏大的剧本之中，是通往光明结局的一段必经之路。从这个角度去看，推背图第53项里那位带来太平的真命天子，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倒不如说是千百年来无数在乱世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人心底深处共同的一个梦，一份对于太平盛世，对于明君圣主永远不曾熄灭的集体渴望。也许这份深沉的渴望本身才是支撑着这本天书穿越千年风雨一路流传下来的真正力量。你看，从大劫到巨变，再到关中天子的安定天下，到吴越奇才的神奇止战，最后到救劫圣人的教化人心，整部推背图的结尾竟然奇妙地串联成了一条完整而又震撼人心的命运长河。聊到这里，相信你此刻的心情或许也和我一样，既觉得不可思议，又隐隐有些怅然若失。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400年前的那2位奇人真的有办法看穿1000多年后的今天吗？这一切究竟是上天早就写好的剧本，还是我们这些后人在那些晦涩的字句里自以为是的穿凿附会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100%确定的答案，信则有，不信则无。每个人的心里自然都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秤，而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用来让我们躺着空等的，它真正的价值是用来让我们思考的。它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那个结果是否会100%的应验，